现在的 VR 这么真实了，触感是真的，高科技啊！什么高科技？老娘我可是正经开酒馆营生的。我穿越了！李公，看，这就是你的儿子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搞云雨之事。你都28了，天天不工作，还来上网吧？我又不是不努力，我有商学院和化学院双学位，但是我找不到工作。都到了而立之年了，还整天在酒馆胡混，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找个营生干？李公，你好好管管你儿子，不然咱们苦县的良家妇女都让他祸害干净了。以前我混游侠的时候，公孙弘是我的大哥，但是这个人背信弃义害我。徐军是他的相好，我一直喜欢徐军，但是他一直看不上我。今天怎么突然？难道是他们设计害我？肯定是这样，不然公孙弘怎么会这么巧叫我爹来？那我就将计就计。徐军，哈哈哈哈哈！好儿子，大家都散了吧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假戏真做了。我以后就跟着李安了。看来真的是被我征服了。他让我真正体会到当女人是什么感觉。他太强了，比你强太多了。你不守妇道！那又怎么样？你又不会娶我。你别忘了，这家酒馆可是我出钱给你开的。经营的好还不是我的功劳。以后这家酒馆就是我们两口子经营了。对，我已经答应娶她了。你可别太得意，按大钱律例，卖私酒可是犯法的。你能经营到今天，完全是因为我在背后给官府打点关系。你觉得李安这个穷小子能给你什么？等着关门吧。郎君，他说的对，我们这个酒馆确实没法经营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跟着你，我去哪里都可以。你就在这里安心待着，我有办法能让这个酒馆开下去。放心吧。我穿越到了前朝，在大前国占领苦县之前，我曾是一个游侠。明天我们就去追随严灵军，合力抗前。大前占领苦县后，进行高压统治，所有人要么当兵，要么务农，百姓被苛捐赋税，压榨得无喘息之机。想要出头，必须剑走偏锋。前人的破歌真是难听。让别人听到你吹楚调，就把你抓去了。楚调不让吹，我会打铁，兵器也不让打。这年头混口饭吃真难。前朝人不知道，用煤炼铁会导致硫含量过高，钢材变脆；用木炭炼铁则硫含量低，质量更好。然后用更好的鼓风、更高的炉温和更纯净的水。我有办法造出天下第一锋利的铁刀，想不想跟着我干？你要干什么？是为了保护酒馆？不止。我还要灭了大钱。要想冶铁，恶狼山是个好地方，官府管不到那里。那里也有很多落草为寇的游侠，正好有人手帮我采矿和冶铁。战略有了，团队有了，现在差的就是启动资金。5000钱？李安，你当我是开钱庄的？我开个酒馆，营生赚钱也不容易的，好吧？现在局势这么乱，钱都要留在手里过冬。好吃。讨厌。相信我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守住我们酒馆，过我们两个的小日子。你知道的，自从我和你那个后，我就再离不开你了。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的。
但是你得慎重，如果赌输了，我们就彻底破产了。如果赌赢了，你就是未来的皇后。把你的刀拿起来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别涂猪肉了，跟我一起干吧。这活不能停，炉子烧起来，鼓风一停，温度就掉，铁就废。大哥放心，我带4个兄弟轮班，白天夜里不停，2个压磨的，2个备用的，2个时辰一换。累了就说。不累，比杀猪有意思。报告主君，查到了，是李安，他在那儿招募了一帮游侠，说是在搞什么高新技术产业园。搞什么东西？我看他是私藏兵甲，意图谋反。李安，你可知道私自锻造兵器会有什么后果吗？知道，是死罪。爹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吃饱了没事干，遛弯溜到这里了。你这弯溜的也忒大了吧？我们走了1天才能走到这里。我早和你说过，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。哎，我是不是打断你们说话了？你们说到哪儿了？继续说吧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能劝徐军还是和我在一起，我就答应替你保密。哼，你以为我敢干？在官府里没有一点关系。少放屁！就凭你爹，你怎么能在官府有关系？我抗议！为啥子我在旁边嗑瓜子儿还躺枪？那就走着瞧喽。大哥，咱们还是回去查查再动手比较好。撤！咱们家真的在官府有关系，我咋不知道？爹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哦，我想起来是谁了。谁？你傻呀？我能告诉你吗？奶奶的！撤！这！爹，咱们家和官府有关系。他傻你也傻呀？我是骗他的。这么晚了还化妆，要出去？对。要见谁？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在酒馆里能听到许多杂七杂八的消息。我今天就听到了王氏大族今晚会有酒会，我带2坛好酒去那边，顺便把你造兵器的事情说给他们，没准儿就有相熟的人把生意介绍给我们。原来如此，你真是我的贤内助。哦，是贤外助。可是如果我们生产需求量大了，该去哪里招工呢？附近的侠儿们都被我招尽了，那些平民百姓又不想成为黑户。服徭役的人呢？聪明，就招那些服徭役时期要问斩的人，他们肯定愿意。我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的我都有非分之想了。哎呀，等下妆花了。等我给你带回来好消息。
借一步说话。他李安算什么东西，敢来抢我们的生意？现在就连隔壁砀县的游侠呢，已经有很多都去他那里买兵器了，不从我这里买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兵器厂就要赔本了。不如，我早就想干掉他了。但是他好像在官府有人，他能有什么官府的人？骗你的，我都查过了，放心。这小子敢骗我，看我明晚就去宰了他！这些服徭役的人，失期了就要问斩，不如就让他们在我工厂里做一点工，还能赚份营生。况且我的工厂在恶朗山，那是官府视察不到的地方，不会给官人造成麻烦的。好，下次这些刑徒就由你带队了。多谢官爷，我也是可怜天下苍生，不忍看这些人送死。就算不失期，服徭役的人有几个回来的？不如去你那里。那是，有您这样的好官是苦县之福。只是前律规定，失期并不是问斩，而是训斥和罚款。等等，你怎么说服那些刑徒呢？难道史书上记载是错的？当时起义的人不都是说徭役失期当斩？这可怎么办？骗他们不就行了？忽悠人谁不会啊？那帮人又不认字，你说什么他们信什么？对啊，那些起义的人可能当初就是骗那些刑徒，那些人才敢跟着揭竿而起的。爹真聪明，你们什么时候聊完啊？我等半天了，等你一起去儿媳妇客栈那里蹭饭吃。晚上我们在徐军客栈开酒席，到时候长官也一起来聚啊。好，好。行了，够了，不用准备这么多。那怎么行？今天这顿饭庆祝我拉到客户，庆祝你找到了招工的办法。跟我久了，你连客户和招工这种词都熟了。你这个逆子从小到大，唯一一个称我心的事儿是找了一个好媳妇儿。李安，有乱你就出来！别告诉他们我在这里。李安，你居然敢骗老子在官府里有关系，今天不杀了你！你的刀呢？不合适吧？官爷马上就来了，看到我们有刀就上！快去，进去拿刀，不然我们还没见到官爷就没命了。敢问侠士大名？爹，忘了告诉你，你爹我年轻的时候是前朝的百夫长。您这忘性可真大呀！何人在这里闹事啊？官爷，你看，他们有刀，他们私藏兵甲，蓄意谋反。你没有私藏兵甲？我是大族，可以合法武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还和我比？他比你强多了。姑姑，徐胜，姑姑，他看着比你大吧？我在我们族里辈分大。姑姑，你来多久了？怎么不告诉姑姑一声？我也是刚刚上任不久，竟不知道姑姑在这里。我当年因为战乱被卖到这里，后来当家奴赚了点钱赎身出来，就在这里安身立命了。怪不得这么久没有听到姑姑消息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。家里还好吗？因为战乱，离散的离散，各自为生了。哎，撤吧。姑姑，别哭了，我们进去叙旧。徐胜今天真的是喝开心了。喜欢我给你新买的衣服吗？喜欢，
我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穿上紫色的衣服。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大，我赚这么多钱，就是希望在这乱世能给你安全和保护。之前我怕你嫌弃我，没有和你讲过我曾经沦为家奴的事情。今天和徐胜的对话激动之下说漏了嘴，我害怕你不要我了。怎么会？既然你和我说了你的秘密，我也和你说我的秘密。我是穿越来的。穿越？在我来的那个世界，没人要求女人当贞洁烈女，人们比现在要尊重女性。你放心和我说你的故事吧，不用害怕。当年我因为乱世落簪于大户人家，所幸我到的那一家人还不错，给我工钱，我攒下了一些积蓄。侍奉他们家老太爷死后，我就从他家出来了。但我一个弱女子，实在不能在世上立足。公孙红看上了我，给我钱开了酒馆，但是生活所迫，我不能不这样做。每次喝醉酒，他都对我拳脚相加。我和你说这些，你真的不会嫌弃我吧？放心吧，我比之前更爱你了。我会给你更多安全感，让你再不会像以前那样不安了。爱你哟。讨厌，我得是吃了几辈子豆腐渣才有福气遇见你啊！哎呀，这雨再下的话，徭役就延误了，延误了，我们都要砍头。我怎么记得延误10日内只是罚钱？哼，改了，现在形势太严峻了。新帝刚刚继位，内部不稳，徭役也严格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哎呀，不如就跑吧，反正去那里也是死，不如就当黑户。他在骗人。按照大前律法，徭役失期3至5天，予以训斥；6至10天，罚5钱；超过10天，罚15钱。大于失期，免除处罚。阿呆！就你懂法律，就你懂法律，就你懂法律！你记这么清楚的话，犯什么罪啊？当什么刑徒啊？啊！饶命！饶命！再问你一句，徭役失期怎么办？失期当斩，当斩。这还差不多。刚刚多有得罪，在下有礼了。爹，你怎么整天神出鬼没的？哼，我生活很规律啊，这不吃饱了撑的遛弯，下着雨出来遛弯，哪像你们那一代人。我们这一代人啊，擅长没苦硬吃。那个，可是我们成了黑户了，该去哪里讨营生呢？我有一个去处能安置你们，让你们都有活干，而且每个月能拿500钱的工钱。500钱？有这样的好事，当黑户也没什么。但是，我们说的这个地方，可是家造刀的工厂。造刀？做这种营生，未免会有些人找上门来闹事。到时候，希望各位还能兼任卫士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而且大家生逢乱世，谁能保证那些正经营生就能一生安稳？我跟你干！我跟你干！我也跟你干！我们也跟你干！刘大力，别停！最后100锤！
这还是刀吗？简直是神物啊！绝对的降维打击。大哥，有人摸上山了，人数不少，至少50个。妈的，公孙红那个阴魂不散的！不像，这些人衣装各异，奔跑起来像是丧家之举，应该是战争难民。赵老三，你去让炊事那边多做点饭。大哥，绝对不能留！咱们这儿是私铸兵器，是灭族的罪。这些人嘴不严，万一有一个跑出去告密，咱们全得玩完。对，大哥，慈不掌兵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赶他们走。你们是头还是我是头？咱们现在既然是一个组织，就要有秩序，这就叫礼。赵老三，听命令。贵人，给口吃的吧。我们是从砀县跑出来的，那边被王仁泽和公孙红占领了。什么？砀县被卢高和公孙红占领了？是啊，天下被大钱苛政压制太久了，现在各地都趁着新皇帝登基，政局不稳，纷纷起义。那王仁则就联合公孙红把砀县打了下来，自立为王了。大钱难道不出兵制裁？现在起义的太多，已经管不过来了。砀县离我们这里这么近，公孙红又知道我们的秘密，这样下去，我们这里迟早会遭殃，多建立武装才行。我们也不求别的，就是给我们口饭吃，让我们继续逃难上路。不，你们可以在这里住下，我们正好缺人手。现在外面这么乱，我们这里是最安全的。那太谢谢了。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！快起来吧，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吧。爹，你这是把我的试验钢板给烧了？什么试验钢板？这是我烙饼的板。我就知道你第一天来这里，当厨师能干出来不少怪事。这饼的味道有点奇怪啊！哎呦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饼的味道有点奇怪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这饼的味道有点奇怪。这就对了，这是我的祖传秘方，年轻的时候我就靠它发的家。爹，你不是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当兵吗？炊事兵。你上次说自己是百夫长，炊事兵升任百夫长。真的假的？我这个秘方本来想要传给你，但我发现你不是做这个的料，所以一直都没有传给你。本来我以为手艺要失传了，今天我终于发现了继承人，那就是你，刘大力。我觉得你爹以前真的当过兵，手劲儿真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我学做饭吧。我还得打铁呢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哪儿跟哪儿啊？我去打铁去了。总有一天你会回心转意的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们晚上需要的衣被，让我还有我家小女跟着你去拿，如何？好，来我房间拿吧。
儿媳妇来了，这么漂亮的花啊！我来的路上采的，每种花都不重样，送给黎安。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她自己都忙忘了。哎呀，这么好的闺女去哪里找？嫁给我儿子，真的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她在哪里？在她房间呢。你要干什么？快穿上！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要。报答你。不需要，我也有妻室了。就算我没有妻室，我也不会做这种趁人之危的事情。快穿上！我的郎君，今天想我了没有？徐君，徐君，徐君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没事的，郎君想要纳妾也是理所应当。我心里没有准备，有些伤心。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就好了，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就好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是难民逃难来的，主君给我们饭吃，我父亲让我进屋报答主君，但是主君拒绝了我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们误会了，太不应该了。如果姑娘不能原谅主君的话，我就以死谢罪。别，千万别，你是逃难过来的，我以前也是逃难过来的，我理解你的身不由己。你应该比我小吧？从此以后，我就当你是我妹妹了。在这里有什么需要照顾的，就和我说。你太好了，姐姐。不过你别看我瘦弱，我可是曾经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过的，我能保护你。你当过兵，我能不能交给你一件事情做？什么事情都愿意。公孙弘知道我们这里私造兵器，所以迟早会打过来。我想让你带着你们县里来的人，组建一支护卫队。我还要教你们造火药。火药？没错。苏云，怎么样了？回主君的话，按您的吩咐，用热水溶了3遍，又滤了3遍，现在的结晶像雪一样白。你们看，那一窖是柳木烧的炭，磨得越细越好。苏云，你那一窖是硫磺，记住，这3样东西在混合之后，绝不能碰火星，甚至研磨的时候都不能太用力，明白吗？一股子臭鸡蛋味儿。李郎，这黑乎乎的粉末真能像你说的，比百炼高刀还厉害？刀只能杀一个人，这东西能开山。只要将它点燃，这粉末真的能点燃吗？当然，此物名叫黑火，只需引心得当，便可瞬间爆燃。不好意思，肚子不舒服，我去如厕。不好了，大哥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所有的工人和难民都上吐下泻，估计今天要停工了。我辛辛苦苦做的，
你们都给吐出来了！你们这些没良心的！爹，你用的是我们烧火用的煤油。煤油？煤油怎么烧？算了，跟你解释不清楚。我说这饼的味道怎么这么怪？谢谢夸奖，改天我把秘方给你。人家是夸你吗？现在只有我和徐军，老三没事了。老三，你去山下叫个大夫来。好。徐军，你和我就负责照顾剩下的人。你数错了，我也没事儿，算上我一个。你自己没吃？幸好他们吐得早，不然我也吃了。我造成的后果，哼，我要帮你摆平。你别给我添乱，就是在帮我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哥！怎么又不好了？这次是真的不好了，公孙弘带着100余名兵卒来攻山了。幸好这里是山坳，我们4个只要拿住刀，守住山口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我们的刀比他们硬，1对1的话，他们干不过我们。爹，你不是百夫长吗？该你发挥的时候了。我不做1人敌，我要做万人敌。李安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现在我已经占领了砀县，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把这个地方还有徐军都给我，要么你就死在这里。你敢过来，我立刻把你的刀削成2截。哦，是吗？你用的是我们的刀，那就要问问你那个姘头了。你当时把那批刀卖给他了？没有卖给他，我卖给的是王仁泽。王仁泽就是和他合伙攻下砀县的人。糟了，给我上！且慢，我要去如厕，等我回来再打。爹，你不是没吃烙饼吗？刚刚你们打的时候，我太饿了，忍不住吃了一个。没苦硬吃啊！哎，对了，天助我也！你们不用动，我自己摆平他们。收了。跟我还是跟他？我当然是跟李朗。现在呢？跟我还是跟他？你卑鄙！跟谁？只要让他活着，我跟你。不会是山神震怒，要惩罚我们吧？什么山神？胡说！是苏云，他真聪明啊。山神，如果您是看不下去公孙弘这时的所作所为，就再怒吼一声吧。我们赶快跑吧！我早就看不下去公孙弘干龌龊事了，我可不敢遭天谴。我走了。
老大，你也赶紧跑吧，万一那个疯老头如厕完回来，咱更对付不了啊！哼，撤！神呐！他娘的，等等我！哎，他们人呢？人呢？我还没杀过瘾呢！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吧，这里没你事了。那我去烙饼，别烙了。树子，我虽然不能把烙饼的绝技传给你了，但我可以把我的无上刀法传给你呀！走开，干嘛这么凶人家嘛？讨厌！干得漂亮，你太厉害了！王仁泽当时在你这里订了多少把刀？差不多有200把，他们不只有200把。我知道的，当时在砀县有很多人都在暗中高价私购你们这里的刀。你估算一下，砀县散户手里大概能有多少把？绝对不少于300把。这股暗流不容小觑，还是查清楚底细比较好。老三，你去暗中查一下这件事情。我也去吧，毕竟这里的刀都是从我手上卖出去的，我最熟悉他们最终都卖给谁了。你把这簪子带在身上，看到这儿了吗？只要你遇到危险，用力按下这里，三身里藏着的尖钩就会弹出来。你怎么早就准备好了这个？你总是在恶狼山和苦县两地来回奔波，现在这边的声势又越来越大，难免树大招风。我怕你遭遇不测，所以早就暗中给你打制了防身用。放心吧，等我回酒馆探听清楚消息，帮你查实了有多少刀攻击了砀县，我就把酒馆关了。从此以后，来这恶狼山和你厮守一辈子，再也不分开了。谈情说爱的事一会儿再说。我想提醒你们一句，公孙弘那家伙就是个只懂动粗的二傻子，王仁泽才是背后真正有头脑的那个。只要咱们想办法干掉王仁泽，那些军人没了主心骨，自动就会推翻公孙弘，到时候砀县的危机自然就不攻自破了。不行，出来！我刚刚眼花下错了。公孙弘，你下一盘棋已经悔棋6次了，这他娘的还怎么玩？你敢冲我拍桌子？不玩了！每次下棋之前磨磨唧唧想半天，下完又反悔。以后我再和你玩，我就是王八。你不和我玩是不是？好啊，那咱们也别合作了。你今天就给我从砀县滚出去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这是老子带兵打下来的，怎么不是你滚？放屁！要不是我给你提供钱财，给你买兵器，就凭你能打下来这里？哼！你那些买兵器的铜钱，还不是老子从官府找来刑徒，没日没夜帮你采矿才采出来的？那矿山也是我家的。你有钱，你会带兵吗？你会攻城？你会守城吗？带着100个全副武装的甲兵，连个打铁的破地方都打不下来。没有我，你算个什么狗屁！
不对呀，我跑什么？王仁泽那狗东西已经死了，现在这当线上下，不就变成我一个人说了算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嘿嘿嘿，这小美人儿自己送上门来了，驾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在这儿好好清醒清醒吧。你想清楚了，你一天不从了我，我就一天不给你饭吃，看你的骨头有多硬。哼，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的，够劲儿！公孙弘，你这缩头乌龟，终于还是被我骂出来了！就凭你们这几个乌合之众，我现在杀了你，就像碾死一只蝼蚁一样简单。公孙弘，想当年我们兄弟歃血为盟做游侠，我敬你一声大哥。可你呢？为了荣华富贵，你背信弃义，把兄弟们的命卖给了大钱，害得我们游侠走投无路。我被逼无奈，才穿上这身狗皮，去当了这大钱的亭长。我忍辱负重，只当当年的大哥已经死了。可你这畜生，今天竟然连我娘子都掳走！我李安今日定要与你清算血债！哈哈哈哈哈！良禽择木而栖，老子那叫识时务。老子掳你娘子那是看得起你，教你这底层贱狗什么叫规矩！放屁！若不是你贪生怕死，引钱兵屠了咱们的堂口，兄弟们怎会死无全尸？低三下四，当着大钱的爪牙，不过是为了给死难兄弟留下的孤儿寡母讨口饭吃。我李安做梦都想活剥了你这卖兄求荣的畜生！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！哎呦喂！你们俩到底要叙旧叙到什么时候啊？还打不打了？不打我可回去睡回笼觉了啊！这曾是我们当年在酒馆里歃血为盟一起喝酒的碗，合力抗前！从今天起，我便砸碎它，你我恩断义绝，情义不在。来呀！我看你们区区100人，连个骑马的都没有，拿什么当我千人精锐？给我杀！哼，竟然派一个女流之辈去挡我的重装骑兵，这脑子是被驴踢了。只要我2翼的骑兵完成包抄，他们立刻就会被踩成肉泥。
他娘的会点火折子！他奶奶的，不管了！他奶奶的，一群废物，真没用！呀！哎呦喂！你们这么多人打我一个老头子，不仅不尊重老人，还不讲武德。乖乖，你们竟然都会骑马啊！这有什么稀奇？这些战马本来就有一半是我们家的，我们本是砀县的名门大族，是公孙弘这帮禽兽霸占了我们的家业，把我们像流浪狗一样赶了出来。你知不知道，就眼下这混乱的阵势，最绝妙的打法是什么？陆云，别愣着，赶快带着骑兵兵分两路，一半从左翼直接撕裂他们的防线，另一半从右翼迂回包抄，断他们的后路。哎呀呀，你个臭小子，抢老子风头！闺女，你评评理，你见过这样的儿子吗？自己舒舒服服的在后方坐镇，让一个年过60的孤寡老爹在前面冲锋陷阵挨刀子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不孝子！我们投降，别杀我们，都是公孙弘逼我们的。糟了，再不逃就没命了。真他娘的缺德！要跑倒是放个屁说一声啊！苏云，快追！绝对不能让他们回城，他们一旦逼近城门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就凭我们这100号人，是绝无可能攻下一座城池的。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！关城门！立刻给老子关城门！关城门！等等我！给我关上！快点啊！叫！糟了！真没想到，我们竟然真的能以100人胜1000人。这么不可思议的战绩，你还不满意？我只想把徐军救出来，可现在人没救出来，却在这城外白白涂炭了数百条人命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本来就是要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城池。这场仗，就算今天不是你来打，明天也会是我们来发动。如果这次能把徐军救出来，我就带他回恶狼山，把那一座山变成没有杀戮的太平盛世，这就足够了。可是，山外面的世界还是会继续征战，外面的人还是会继续受苦。那些争相称王的人，
最终都会变成失血的屠夫。我不想成为屠夫。你只有成为那个手握权柄的屠夫，才能让那些待宰的百姓少受一些苦。拿起你的屠刀吧，李安。这是逃不掉的，这就是你的天命。那个该死的李安，竟然敢用阴谋诡计赢了老子！老子不管，今晚非得在你女人身上把这口恶气出了不可！小贱人，你今晚要是再敢咬我一口，我就把你的牙一颗颗拔！还站在门外干什么？坐到我身边来嘛！我真的太饿了，只要你现在能给我一口吃的，我今晚什么都依你。嘿嘿，好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拿吃的。你当我傻是不是？如果我辛辛苦苦拿到了吃的，你吃饱了翻脸不认人，又不肯和我那个了怎么办？不行，先办事儿，我再给你吃的。王仁泽已经死了！王仁泽已经死了！公孙红那家伙就是个只懂动粗的二傻子，王仁泽才是背后真正有头脑的那个。只要咱们想办法干掉王仁泽，那些军人没了主心骨，自动就会推翻公孙红，到时候砀县的危机自然就不攻自破了。王仁泽已经死了，他的尸体就被藏在公孙红的私牢里，你们快去看啊！休得听他胡言乱语，他这是在祸乱军心，给我拿下！你们不信自己去看啊！王仁泽的尸体就被草草盖在蒲草下面，是公孙红杀了他。把他押下去，严加看管。你们的主君公孙红也死了，我刚刚在牢里亲手杀了他。我没死。小美人儿还敢扎我，扎的还不准！把这小美人儿给我抓起来！怎么，想谋杀亲夫啊？呸！少在那里自作多情！你们别听他的，不信你们让他把王仁泽叫出来试试看啊！住口！还敢在这里祸乱军心！他没骗你们。王仁泽那狗东西确实已经死了，从今往后，这砀县上下你们只能听我的。今天起，老子就是你们唯一的主君。畜生，去死吧！干死这畜生！像这种为了自己逃命，把自家禁卫兵活活关在城门外等死的畜生，不配当我们的主君！推举百夫长为主君！推举百夫长为主君！哎呀，看见你我就觉得亲切。不瞒你说，老头子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响当当的百夫长，改天必须找我喝酒去。一定，咱们两边算是结盟了，互通有无。哎，我说的是私交，就咱们哥俩喝，绝不带着他们。哼！尤其是不带我这个逆子，我一看见他脑袋就嗡嗡作响。哪有打仗让亲爹冲锋挨刀子，自己躲后边看戏的？我昨天真想一刀把他给劈了。李安哥，谢谢你。若非你挺身而出，我砀县族人不会重返家园。你当真决定就此归隐了吗？我这人生来容易心软，让我在这修罗沙场上杀伐决断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我真的狠不下心。况且我现在有了很多牵挂的人，我只担心他们的安危。这天下
谁爱争谁争去。既然心意已决，那我们就要在此告别了。临行前，我再给你唱最后一首歌吧。为什么一样留意，请我来似雨雪霏霏。苏姑娘这是对你动了真情了，好好跟人家道个别，抱一下她。你不吃醋？君子动之以情，守之以礼，我信你也信他。快去吧。李安哥，马上就要到冬天了。当初你说你要归隐，我还以为你只是看出了当县那个百夫长对你的忌惮，故意骗他的，真没想到你是真心归隐。我只是不想再卷入到山外那场乱局里去了，到头来不过是实力强的兼并实力弱小的，野蛮的去消灭文明的，没完没了。这世道讲究个公平竞争，每个人凭本事都有上升和称王的机会，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这恰恰是无底线竞争的坏处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实力，每个人都想押上一切去赌一把，天下就只能沦为一锅沸腾的血水。所以孔老夫子才一直强调礼，有了规矩，天下的百姓才不至于生生世世都在水火之中煎熬。怎么了，爹？逃！难民们在跑，到处都是刀光，好多的血。您老这是年轻的时候还干过什么行当？怎么没告诉我们？别打岔！我一到冬眠期间，体质虚寒，就很容易被奇怪东西上身。哼，您老还冬眠呢，蛇都没您会的花样多。等等，我听到了苏云姑娘的惨叫，当县易主了。这话我们是该信还是不该信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备马去看看。希我望一两留意，请我来似雨雪霏霏。脉象已绝，没救了。两位准备后事吧。放你娘的连环狗臭屁！好好的一个人，就是被你们这帮庸医给硬生生耽误死的。你现在去摸摸他大腿内侧，肯定还是热乎的。真的是热的。哼！现在立刻用银针刺他头部的百会穴，再用熬热的药石交替运敷他的两边腋下，不出半炷香，保准能醒。你这疯老头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老夫行医数十载。废话，老子就问你，按不按我说的方法干？我干，老英雄饶命！爹，你真是神了！你到底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学的医术？切，我们当年行军打仗的人，什么不得会一点？做饭、看天象、跌打医术，哪像你们这一代娇生惯养的废物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李安哥，
没事了，你身体刚从鬼门关走一遭，还很虚弱，千万别动太大的情绪。闺女啊，看清楚喽，可是老头子我把你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，你也用不着太怎么报答我，就记着改天身体好了叫我骑马就行。苏云，现在安全了，你能告诉我，当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你隐居的这段日子，外面的天变了，天下就剩2拨人，造反的王世充和吃人的大钱。恐惧如同火焰般蔓延。咱们砀县出了个叫周秋的兵痞，他是归前派，为了给大钱当狗，杀害了支持王世充造反的百夫长。去查一下。是。你别杀我，周秋，兄弟一场，饶了我！周秋铁了心要当大钱的走狗，为了向主子邀功，他半夜引钱兵入城，把屠刀队对准了咱们这些不肯低头的人，连妇孺都不放过，要拿我们苏家满门祭旗。爹娘兄长所有的族人一个都没逃出来，只有我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遍体鳞伤的跑了出来，都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，就在那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。都是我不好。当初你劝我拿起屠刀，我没有听，结果却换来了更多无辜者的鲜血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要把那把屠刀捡起来，这是逃不掉的，这就是我的天命。大当家的，这大冬天的太冷了，怎么干啊？铁锤都冻得沾手，活儿没干完，咱们的手指头恐怕就先冻掉了。就是，冻死个人了。而且积雪深厚，木炭受了潮了，强行燃烧的话，极容易炸炉，这可是要命的买卖。就你懂得多，显眼包。我问大家一句，大家觉得现在咱们在这恶狼山上住着幸福吗？外面都乱成什么恶逼地狱了，咱们这里不仅安全，有热饭吃，隔三差五还有口酒暖身子嘞。那我再问大家，如果今天有1000人来攻打我们这恶狼山，我们能守住吗？绝对能守住，来一个杀一个。如果是1万人呢？有点悬，但只要咱们借着天险布置得当，拼死一搏，也能守住。那如果是10万人呢？10万人，10万人，就凭咱们这100多号弟兄，就算浑身是铁，也怎么都守不下来了。如今这天下，大钱和王世充的势力正势均力敌，他们每人手里都坐拥100万虎狼之势，而我们这小小的恶狼山，正好处在他们交界处的天险，乃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一旦100万大军碾压过来，我们这里瞬间就会被踏为平地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，我们要主动出击，先攻下苦县，再打下砀县。
我们要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地盘。等到有朝一日，我李安夺得这天下，在场的诸位兄弟皆可封侯拜相。封侯？俺们这帮打铁的粗人也能封侯？对啊，而且打下苦县之后，咱们就能回家了，就能见到自己的亲爹娘、老婆孩子了。可以回家了，可以见到家人了。我要见我娘。打下苦县，回家。打下苦县，打下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王世充在这边起义，周秋在砀县杀人，朝廷的援军连个影子都没有。本官要是再不表态，这苦县的百姓非得把我这县令的人头割了，去祭旗不可。大人，您是想顺应天命，在这苦县举大旗？本官正有此意。既然朝廷不义，本官就带着苦县子弟反了，如此方能保住我全家性命。许胜，你觉得如何？大人，此乃取死之道也。为何？大人，您是大钱的官，当了大半辈子，吃皇粮的头儿，现在您突然说要造大钱的反，这县里的子弟兵谁信你啊？他们只会觉得您是在演戏，想诱杀反贼，万一有军人背后捅您一刀，自立为王，您怎么办？砀县不就是个先例？这确实防不住啊！徐大人，你平日里主意多，你快帮本官想想。大人，您镇不住那些兵痞，这造反啊，得找个有威望、有武装的人回来，给你撑场面，百姓才敢跟着你干。您坐在后头当个主心骨，前面的棘手的、出头的事儿，得有个狠角色去挡着。狠角色？这苦县方圆百里哪有这样的狠角色？大人，您忘了，咱们苦县那个在恶狼山当了山主的李安，现在他手里有几百号敢打敢拼的工匠，个个配着削铁如泥的利器。好，徐胜，你亲自去一趟恶狼山，就说本官既往不咎，请他速速带兵入城，公益大计。大人英明，属下这就去，保准把这个能人给您请回来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县令那边吐口了吗？搞定。我就知道，我大侄子出马做事，我就是100个放心。哎，姑，您就放心吧。拿好，这是李安特意嘱咐我交给你的。他说你可能会用到这个。大哥，要我说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直接让兄弟们抡起破甲锤，3锤下去，这破城门准保碎成皮柴。咱们冲进城去，自己当王，总比在这个窝囊县令手底下受气痛快得多。就是啊，大哥，咱们连之前公孙侯的砀县都能收脱了，区一个苦县算什么？里面根本没剩多少钱兵驻守，一鼓作气拿下得了。糊涂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们打仗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你们用脑子想想，这里面住的都是我们沾亲带故的乡亲，真要强攻打起来，他们能好过吗？如果城里那些钱兵急了眼，把民众压到城墙上当肉盾，逼我们动手，到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是杀还是不杀？是我们考虑不周，全听大哥吩咐。徐胜啊，你管这群杀神叫保境安民的义士。大人，非常之时得用非常之人嘛。您看他们这装备，这气势，叛军来了绝对不敢造次。胡说八道！这哪里是保护神，
分明是引狼入室。本官今天开了这道门，绝对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。传令，立刻给我紧闭城门，死死顶住！无本官亲笔手谕，谁敢擅自开城半寸，本官诛他9族，格杀勿论。大哥，他们都缩回去了，连个动静都没有。我看那窝囊县令肯定是反悔了。别等了，不如我们直接攻城吧。不用着急，君子修美文章，以待时。现在还不是强攻的时候。可是大哥，咱们恶狼山大本营现在是个空壳子，后方只留了50多号兄弟守着。如果这时候咱们在这里和苦县死磕，万一久攻不下的消息散到砀县去了，砀县那帮人趁虚而入，端了咱们老巢怎么办？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早有安排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乖乖打开城门迎接我。拿好，这是李安特意嘱咐我交给你的。他说你可能会用到这个。大人，您不给李安开门了，外面的叛军若是杀过来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传本官死令，派衙卫上街抓人，抓李安宗族，绑上城墙。大人，这事我可做不出来呀。你还敢抗命？来人，拿下徐胜这个逆贼，丢去城头当肉盾。人呢？本官的护卫呢？您的护卫早知道该听谁的了。你是李安的人，别杀我，我这就开城门。晚了，动他乡亲，绝不留活口。县令已死，还不速速开城门，迎李公入城！干什么？你这副表情，难不成还想把我杀了，自己在这孤城里自立为王不成？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城外那位李安的威名？他可是凭着区区100人的残兵，就生生灭了砀县公孙弘的1000人精锐大军。掂量掂量，就凭你手底下这几个兵，跟砀县的正规军比起来，如何？天哪！原来他就是那个打败了砀县大军的活阎王李安。那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人家连1000人都当切菜一样，咱们绝对打不过，还是赶紧放他们进城吧。是啊，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我可不想白白送死。罢了，开城门，迎李公。入城，兄弟们，我们回家啦！回家啦！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苦县老天看眼啊！我们回家了，终于回家了！听说新城主是李安，就是当初西街打架的那个泼皮，他天天去嫂嫂家蹭饭，穷得叮当响。呸！这种人也能当城主？还不止嘞，他当亭长时调戏妇女，被人扒了这身皮，县里1半姑娘都被他糟蹋了。这人简直是恶狼投胎，不仅喜欢年轻水灵的，连老太太都不放过，真让人头皮发麻。这种人当城主，我们还有活路吗？我听说他带100人屠了砀县1000人大军，乱世拼的是刀剑实力，谁讲道理？我不管，我今晚就卷铺盖跑路，连老太太都喜欢，这简直造孽呀！完了完了，这种无赖当了城主，
我那点家底，怕是连骨渣都受不上。年轻的，真的假的？家底无成。好家伙，家伙！这帮刁民的嘴真是太欠了，要不要属下揪几个带头的，鞭刑示众？不用，都是乡里故人，穷开心罢了。大家刚刚在议论我什么，我都听见了。你们说的对，我李安以前确实不是什么正经人，在这吃人的世道里，我以前偷过鸡，那是因为我饿得发疯，我想活下去。我以前混迹市井，满地打滚，是因为这操蛋的世道根本不给穷人留出路。但是，至于那些说我奸淫掳掠的，全他娘的是公孙弘为了陷害老子散播的谣言。今天我就站在这儿，哪怕一条命换一条命。谁家要是真受过我李安的欺负，现在就给我站出来！我李安这颗大好头颅，今天就在这儿等着，谁敢来拿？既然没人来拿，那从今天起，苦县我说了算。我今天就和大家约法3章：第一，杀人者死；第二，伤人者抵罪；第三，盗窃者严惩。除这3条底线之外，前朝过去压在你们头上的所有苛罚、连坐之罪，还有那些要命的沉重赋税，悉数废除。城主英明！我们楚地之人，骨子里向来就爱自由，是前朝那帮蠢货毁了我们的风气。从今天开始，在我的地盘，我要恢复它。除了杀人、伤人、强盗这等恶行之外，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想经商的，去赚你的真金白银；想当游侠的，去行你的江湖仗义。我李安一概不限。大人，那读书人针砭时弊，议论朝政，也不限制吗？绝不限制。李公万岁！李公，李公，李公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父老。他们叫的是你的儿子。嗨，原来是我儿子呀！我还以为他们在欢呼我。你儿子现在是城主了，出息了。这是我的儿子，自古小的都听老子的。他是城主，我就是太上皇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小魏，你们以前打仗靠的是人命去填，但在我这儿要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末将愚钝，不知怎么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但你们造的神兵利器确实惊世骇俗。城主是我儿子，我是我儿子的爹，儿子得听老子的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喜郎，我醉了，我好爱你，我已经离不开你了，你可千万要保重。你如果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要把当县给夺回来，那些人都得死。李郎，为什么这酒让人醉得这么快啊？是啊，这酒太猛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我其实穿越之前是个最没用的人。哈哈哈哈！你们真的是酒量太差了，才喝多少酒就醉了。来人，给我都带下去，关进地牢。我本是大前驻守军人，被迫才把城让给李安。如今我随时能杀了李安，
整座城会投降，财物可尽归主君。开个价吧。你这种连主公都能卖的人，不会只是为了给大钱尽忠。我要苦县一半财富，还有饿狼山百炼钢与火药配方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够狠！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不讲道理、只讲价钱的人打交道。成事之后，把人头挂在城门上，我就带人攻城。臣必为主公内应。李安，风水轮流转，你终于落到老子手里了。10年前你往老子的坛子里下泻药，害老子在全县父老面前丢尽了脸。10年后你倒是长本事了，带着几百个臭铁匠就敢抢县衙，你这种无赖也配坐那个位子？天甲，别人说这些也就算了，你过去那些下三滥的事情，我提起来都觉得羞。道律上讲的是什么？不到寒门，不到丧祭，不到衣钵，这些你都到过吧？你他娘还敢骂我？不是10年前我揍你，你狼狈求饶的时候了。你当年赖掉3文钱9钱，钻狗洞跑路的时候，怎么没这么硬气？你这种靠女人上位、靠歪门邪道混日子的无赖，就该一辈子烂在泥里。徐老板娘，你当年眼瞎没瞧上我，却跟了这个满嘴谎话的瘪三。明天5更，等他的人头被校尉挂在城门楼上，你猜我会怎么照顾你啊？你们这种背后捅刀的无赖，给老娘提鞋都不配！天甲，死灰难道不会再燃烧吗？死灰再燃？死灰如果再燃，老子就一泡尿浇灭他！笑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大晚上的吵我睡觉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明日5更，我就手刃你们！回将军，小人亲眼所见，苦县北城门上已经挂起了李安的首级。你看清了，真是李安，绝不会错。我化妆成商人，进入了苦县，亲眼看到了校尉在大雨中行刑，亲自监斩，刽子手田甲一刀剁了下去。他的家眷呢？回将军，家眷也被关进了大牢。传令下去，200精骑，1000步兵全速前进。入城之后，先接管地牢，拿到火药秘方。至于那个校尉，在苦县投降之后，立刻处死。我想吃肉，这世上就没人能跟我对半分。校尉，我们布防在山谷上面，你把我拉下来干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快走！你现在跑了，我就诛你9族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你砍下的是一个死囚的头颅，都是李公安排的计策。李公饶命！在狱中，我问你，难道死灰不会复燃？你说什么？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我再问一遍，你说的什么？我说死灰再燃，我就一泡尿浇灭他。你现在可以尿了，尿到这棵树下，快！
主君，这野猪岗地势太险，又是夜间行军，不如我们绕道走吧。那校尉是求财的怂货，李安已死，咱们还顾虑什么？全速通过，过了这道岗，苦县就是我们的了。谁干的？谁敢戏弄我？撤！后军变前军，撤出峡谷。周将军，既然来了，不看完这出戏就走，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？李安，你没死！你炸我！你们不要害怕，我李安作战原则就是减少伤亡。现在周秋已死，你们如果投降的话，我会保全你们的性命。但如果你们执意要一战到底，那你们就抬头看看。你可要想好，占领了砀县之后，你就要和大钱为敌了。砀县又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到时候王世充和大钱可能会两边夹击你。当土二县金县贼首，朕心甚忧。兹捉令大将军蒙清统精锐10万，克日东征。此战关乎国本，务须一鼓作气，收复荡谷原境。胜则封赏无度，败则军法不赦。钦此。不用怕，我的策略是联合王世充的势力，一起攻打大钱。你的势力这么小，只有2座城，他凭什么和你联合？我的势力虽然小，但我能造出一种大钱人闻所未闻的地狱之火。王大将军勋鉴，你我共举抗钱大义。你虽兵微将短，却有夺天地造化之秘术。不日，帝将献上天火秘器，此物复古灼魂，遇水不灭，可助将军瞬间烧穿大钱那号称坚不可摧的铁桶阵。届时两军夹击，前军必溃。攻城之日，帝不敢觊觎神器，唯求大将军裂土封侯，使帝得以偏安之所。帝李安百败。这世上真有这种遇水不灭的天火？你要去哪儿弄造这东西的原料？跨过大钱国境，在西北大漠的最深处，那里有一种黑色的地下血脉。要穿过整个大钱的控制区？咱们刚刚占下2座城，驻守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，你算没算过，硬冲过去得带多少兄弟才够填命的？我不带人，我自己去。你自己去？大哥，这群中原两脚羊跑得太慢了，毫无乐趣。大哥，你是我亲大哥呀！
不记得我说过的话了。我的鸣笛所向，就是你们的箭矢所向。猎物如此，人也是如此。在这片草原上，没有兄弟，没有亲情，只有服从。谁敢有半点迟疑，这就是下场。听懂了吗？狮子效忠首领，鸣蝶所向，有死无生。首领，前面的黑雪沼泽里有人。黑雪沼泽，那片被长生天诅咒的死地，活物靠近必死，怎么会有人？是个中原人，他不仅没死，他还在偷那些受诅咒的黑血。不知死活的中原人，敢在我的地盘上触碰魔血，走，去砍了他的脑袋，扔进去几天。纯度极高的浅层猛火油，这挥发性，这粘稠度，只要稍微分流一下大钱的10万中甲，你们就等着变成叫花鸡吧！首领，慢着，不如抓活的问问，还要这些丧命的毒水到底想干什么？把他给我带过来。什么？不许放箭！给我围上去！我要活的，一定要活的，连人带刀我都要！无为首领，谢谢你没射那一箭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鬼神吗？我不是鬼神，我是来拯救你们部族、替代神明传令的圣使。我能让你们从黑水里挖出无穷的财富，甚至能教你们造出刚才那种毁天灭地的雷火之气。但这是9天之上的恩赐，既然是恩赐，便有铁律。什么铁律？天有好生之德，神明厌恶无意义的杀戮。从今往后，无论你们的钢刀多锋利，铁骑多快，你们及你们的部族，绝不可斩杀任何一个中原人。可是，中原人占据了最好的土地，这是神谕。若有任何人敢用我赐予的神兵沾染中原人的血，神罚必将降临。拜见神使大人！明显赢了！拜见神使大人！
无为，谨遵神使的法旨。匈牙部族发誓，绝不用神兵伤害中原人分毫。若为此事，愿受天火焚身之罚。神明不缺只会磕头的信徒，神明最喜欢的是勤奋且有用的人。是，赞美神明，赞美神使大人。现在，把你们营地里所有的木桶、陶罐、羊皮筏子全都弄来。没有铁锹，就用木头削，用手捧。把这些地狱之血一滴不落的给我挖出来。神使大人，挖出来之后呢？装桶用厚泥密封，然后调集你们部落最强壮的骆驼和战马，组建一支最庞大的运输队，把这些黑水源源不断的运到后方的黑风谷去。我在那里设立了神明的祭坛熔炉。所谓祭坛熔炉，就是炼油设备。我等会忽悠这帮蠢货们造。你们这群蠢货，快去弄木桶，去挖黑水，装桶，打包，连夜运去黑风谷进贡给神明。都快点，磨磨唧唧的。大前人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这黑色的泥浆意味着什么。只要掺入一点动物油脂和松香，它就会变成粘在盔甲上，连水都扑不灭的凝固地狱。装进带有活塞的黄铜柜里，它就是射程10几码，能把密集步兵方阵瞬间烤化的人造火炉。神使大人，这是娜拉，草原最璀璨的明珠，我的女儿。我愿将她献给神使大人，恳请大人收下，让神明血脉流传。无为，你的忠心，神看到了。但神界法则与草原不同。草原女人可被赠予劫掠，但神界从不交易伴侣。神界缔结婚约的唯一铁律叫做自由恋爱，没有父母之命，没有首领许配。自由恋爱？啥叫自由恋爱？这自由恋爱是指把最烈的母马放归草原。哪个勇士能空手套住他，谁就能占有他吗？不，那叫围猎。所谓自由恋爱，是男人和女人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涉的情况下，自由地选择彼此成为终生的伴侣。在草原上，我虽然尊贵，但归根结底也是父亲用来联姻的筹码。自由的选择，太有魅力了。可惜了，我在9天之上已经有了心上人，容不下任何凡间的业火。既然是平等的灵魂，
自由的选择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，让神使大人心甘情愿地跌落凡尘。伟大的神使大人，您难道要在这些发臭的泥坑里待上一辈子吗？神迹的降临需要耐心的浇灌。泥坑里只有枯燥的土质，跟我到旷野里去吧，那里有更柔软的草地。而且，我知道了神使大人的一个秘密。带路。没事了。如果刚才你那一剑晚了半秒，这畜生的喉咙就会被我切开。这是你故意设的局？天庇佑的神明，百兽见之只会跪伏哀嚎，但草原狼王闻到了你的肉香，他们想撕碎你，想吃了你。你根本不是神使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从我父亲那里夺过王位。你想当女王？他早就不是那个英雄了，他现在只是个老朽残忍的疯子。今天他射死了我的叔叔，谁知道哪天他会不会射穿透我的喉咙？他迟早会把整个部族拖进死路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我要你帮我把他彻底囚禁在黑风谷的最深处。你继续做你高高在上的神使，而我会成为你最虔诚的圣女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带领整个部族向西边迁徙。我向你起誓，熊牙的铁骑永不侵犯中原半步。交易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当上女王后的第一站不能向西，得先替我打。你要我打谁？带上你最精锐的骑兵，先去解救荡县之围。成交。神使大人，这就是您说的能让人脱胎换骨、白日飞升的造化神炉。乌维大王统治草原，劳苦功高，长生天感念你的虔诚，特降下这
九转飞升阵。只要在这神炉的仙气中闭关修炼，不染凡尘，你便能褪去凡胎，成为这草原上真正的神明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让本王进去升仙！升仙之路需以至诚之心开启，不可带一铁一木，不可有俗人惊扰。好，都依神使。匈牙的勇士们，本王今日就要踏碎凡人的躯壳，做你们永远的神！为大王开天门。无为，天门已开，仙气正浓，此时不入，更待何时？神使大人，我感觉到了温润的仙气在洗涤我的身体。天门已锁，隔绝凡尘。无为大王已入神炉闭关退凡。自今日起，他已不再是凡人，而是庇佑你们的神明。恭送大王升天！恭送大王升天！奉长生天法旨，神明闭关期间，由圣女娜拉代掌王权，辅佐本座拯救匈牙部族，赐下破敌神器。拜见女王，拜见神使。他的贪婪和残暴，迟早会把整个匈牙部族拖进深渊。如果我不借你的手，把他关进那座铁笼，总有一天，愤怒的族人会踏平王章，将他乱刀砍死，让他成为遗臭万年的部族罪人。你能告诉我，那些祭神的器物实际上是做什么的吗？那些经过炉子提炼的黑水，在我的世界，它叫做石油。只要沾上一点火星，它就能爆发出烧穿一切的烈焰。水浇不灭，土掩不熄，遇水反而会烧得更旺。这就是我的破敌神器。放心，明日太阳升起之时，娜拉的铁骑将为你踏平围困砀县的一切强敌。不，你的铁骑一刀都不能出。什么意思？不让我出兵？砀县是中原的城池，如果我带着异族的军队去解围，就算赢了，也只会把我当成引狼入室的叛贼。我要的不仅是砀县的解围，更是中原的民心和号召力。所以，你的骑兵只负责做我的运输队，把所有装满石油的陶罐和投石车连夜运到砀县城外的隐蔽高地上。你想一个人带着这些黑水去破阵？你疯了吗？有了石油，我一人便可抵千军万马。明日我会让那些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火将士。我不会爱上他了吧？难道这就是自由恋爱？大将军，这城已经围了整整3个月了，守军连刀都提不起来。
以咱们10万精锐的兵力，半个时辰就能破城。就算他们有秘密武器，又能奈我们如何？哼，破城，拿下一座死城有何用？本将故意围而不打，就是要毁掉王世充的信义。如果王世充不来救，全天下的起义军都会看清他是个见死不救的懦夫，他王世充的联盟就会从内部土崩瓦解。如果他敢来救，本将的10万大军，正好在这片开阔的平原上以逸待劳，将他那群疲惫的援军一网打尽。所谓强弩之末，不可穿鲁缟。大将军神算啊！传令下去，把咱们吃剩下的骨头、泔水、残羹剩饭，全都拉到城门下，当着城头那些恶鬼的面儿，到位军权。本将不仅要饿死他们，还要诛他们的心。咱们被大前蒙清的10万大军围了整整3个月了，城里最后一点粮食渣子也吃光了。大哥，是不是不会来了？那可是蒙清的10万中甲，就算李安哥真的搬来熊牙蛮子们的救兵，面对10万人，也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他要我们守住不投降，等他回来，我们能守1天就守1天，我相信他。看什么看？老头子，我当年当炊事兵的时候，连敌人的马粪都煮过，这熟牛皮可是上等的美味。把这些泔水倒了，喂狗！我要让这些反贼们看看，你们连我大前的军狗都不如！我现在竟然觉得那几条狗吃的东西真香啊！蒙清这是在杀人诛心，他在击溃我们最后一点骨气。蒙清将军，饭量不错，不过你要是把这些泔水留着自己一会儿吃，或许还能当个饱死鬼。是李安，是他！俺的个娘哎！俺没看错吧？怎么就大哥一个人？熊牙蛮子的10万铁骑呢？一个人？他疯了吗？哈哈哈哈！李安，你这个蠢货！本将还以为你真能搬来熊牙蛮子的救兵，结果呢，你就一个人！哈哈哈哈！你是不是还指望王世充那个缩头乌龟来救你？他要是敢来，本将正好在这里全歼他！哼！狗都喂饱了吗？既然喂饱了，现在该我请你的10万大军吃点热乎的了。装神弄鬼，就凭你一个人，加上这些破木桶，怎么，你的王世充爹没来，你的熊牙主子也没来，你就拿这些破烂来给本将变戏法吗？只要我砍断这根绳子，这些木桶滚入你的军阵，你们会被烧得连灰都不剩，水浇不灭，土掩不熄，
我最后劝你一次，退兵，投降吧，别逼我动手。让我10万大军给你投降？李安，我看你是自己怕了吧？我身经沙场数10年，能被你2句话唬住？先锋1000人重甲骑兵，给我冲上高坡，活捉他，把他扔进狗堆里，活生生吞了！我本不愿化身修罗，撤！快撤！掉头！什么？撤！快撤！掉头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好臭的泥巴，我看不见了。好黏，这水擦不掉，谁来拉我一把？稳住阵型，不要慌，不过是些臭水而已。盾牌手重新集结，弓弩手准备反击。救命啊！这火扑不灭！神罚，这是天神发怒了！天神神罚，是天神大人发怒了，神使大人降下天罚了。中原有这样的魔神在，熊牙的铁骑，世世代代都休想再踏入这片土地半步。我们族群还是向西迁徙吧。此战关乎国本，务须一鼓作气，收复全境。胜则封赏无度，败则军法不赦。
俺的个亲娘祖奶奶呀！大哥他一个人把10万大军给烧没了。他回来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我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，这就是他所说的自由恋爱吧。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但他永远会在我的梦里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爹，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别过来！老子现在看谁都想来抢饭的。有大哥的天火在，咱们明天就一路烧到大前国都去，看谁还敢拦！没有天火了，石油已经一滴不剩，全烧光了。但在天下人眼里，我现在就是能降下天火的神。兵贵神速，明天一早打出我的旗号，直奔国都，沿途城池绝对望风而降。那王世充的100万大军当县被围3个月，他手握重兵却见死不救，他的联盟声誉已经彻底没有了，马上就会从内部瓦解。如果我们退让，如果让这种毫无底线、不顾苍生死活的军阀得了天下，天下的百姓不仅过不上好日子，只会被他剥削的骨头渣都不剩。大哥，俺吃饱了。庶子，还等什么天亮？老子现在就去套车。赵老三，到！传令全军，即刻饱餐。丑时拔营，剑指国都。是。天火焚尽10万甲兵的消息，比长了翅膀的鸟飞得还要快。我才发现，真正能击溃一个帝国的，不是刀枪，而是彻底摧毁他们心中不可战胜的神话。恭迎立功，恭迎立功！连下36场，大前这台疯狂运转、吃人不吐骨头的精密机器，终于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，立功，快来打我们城吧！我们城已经准备好受降了，等待您约法三章。恭迎立功，恭迎立功！大前罪臣叩见李公，愿献出玉玺，只求李公降下慈悲，给我们留一条活路。你现在能开城投降，免了这城内百姓的刀兵之灾，也算是为这天下做了最后一桩善事。麻绳已断，从今天起，
大钱亡了。谢李公洪恩。入城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俺那个亲娘祖奶奶，这得买多少斤猪肉啊！发财了！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丝绸，这拿去擦铁担子得多软乎啊！这叫什么？海参？黏糊糊的，像鼻涕一样，扔了。这叫什么？熊掌，一股子腥臊味儿，这能吃吗？全给我扔了！这可是西域进贡的极品啊！少废话，老子问你，你们这儿有没有最高级、最精细的小麦粉？有没有西域来的胡椒？赶紧给我搬出来！今天老子要烙一张全天下最奢侈的大饼，哼，让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御厨见识见识。周老先生，这大乾宫廷的绿水曲听着可是有些凄凉啊。大乾上黑，自诩水德，这曲子自然如幽水深寒。既然大乾这潭死水已经干涸，依老先生看，接下来这天下该是什么德行？五行相生相克，土能掩水，这天下如今在等一个土德之君。老朽观天下气象，唯独李君您行事厚重，包容万物，隐隐有着厚土之象啊。老先生不愧是天下清流的话事人，有您这句土德，王世充那100万大军怕是要气得睡不着觉。李安，你在干什么？外围的哨探已经传回死讯，王世充的100万大军已经逼近了。他打着讨伐大乾的旗号，其实就是来摘桃子的。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，你竟然在这里看歌舞！李朗，大乾皇帝虽然投降了，但天下的民心还没定。你今天如果在这皇宫里贪图享乐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全都退下。这位是中原名士之首，周衍周老先生。你们没有听过天下气运尽在周衍一言的话？100万大军看似凶猛，但若无天命加身，不过是一盘散沙。老朽不才，愿亲自前替李公与王世充调衡。只要老朽这篇土德带水的檄文发向天下，王世充麾下那些信奉天命的各路诸侯必定军心涣散，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强攻顺应天命的李公。我们即刻就前往坝上高地扎营，准备迎接王世充的100万大军。李老弟，哥哥我来迟了。王将军说哪里话？若无将军在关外牵制大乾主力，李安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进这国都。周老先生，世充起兵之初，曾3次派人去山中求见先生，都无缘得见。今日竟能在这军帐之中拜护天下五行宗师，世充3生有幸啊！今日得遇老先生，还请先生为这天下苍生判一判这五行归属。
大钱上黑，自诩水德，然水至清则无鱼。大钱的严刑印法如幽水深寒，终究是把这天下人的生机冻绝了。先生所言极是，那依先生之见，水德已灭，接下来该是由什么德性来掌管这天下？五行相生相克，水盛则需土来掩之。这天下如今在等一个土德之君。土德，后土载物。老先生，您看世充这100万大军，气吞万里，可担得起这后土之相？土德主厚重，主生养，主包容。将军虽然兵强马壮，但杀伐太重，乃是兵险之相。老朽观天下气象，李公率先入关，不杀降王，不贪财宝，还政于民，与百姓约法3章，这才是后土之德。李公才是承接天命的正统之君。老先生，您是不是老眼昏花，指错人了？天命不可违，将军若执意倒行逆施，必遭天下共击之。老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！老子把你当祖宗供着，你竟然敢在这100万大军面前拆老子的台！你个畜生！住手！退下！土德，天命！李安，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老子就是天命！王世充，你真是个蠢货！你以为我为什么敢只带2个女人，就赴你这100万大军的鸿门宴？因为周老先生昨夜就对我说过，你王世充狼子野心，一旦听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必会暴起杀人。他老人家是抱着必死的心，来用自己的血撕开你那张仁义的画皮。你放屁！来人！来人！把这3个人给我剁成肉泥！赵老三，扯证！王世充，你竟然敢残杀周老先生！周老先生乃天下士子之师，5行大德。你这畜生，竟敢弑杀圣贤！不，诸位将军听我解释，是这老东西妖言惑众，他勾结李安。诸位将军，你们都亲眼看到了。今日我请诸位悄悄来此听壁角，本是想让大家认清咱们这位口口声声吊民伐罪的盟主，到底是救世的真龙，还是嗜血的豺狼。周老先生今日不过是说了句公道话，指明了天下气运的归属，王世充便恼羞成怒，痛下杀手。今日他能因为一言不合弑杀圣贤，明日等他坐稳了龙椅，他就能为了吞并兵权，把刀架在你们在座每一位诸侯的脖子上。李公说的对，我们带兵来是反抗大钱暴政的，不是来给你王世充当看门狗的。你这种忘恩负义、贪杀大德的暴徒，不配做我们的盟主。传我将令，徐州军所属即刻脱离王世充本阵，替周军所属全军后撤。
求求你，留我一条命。我若不杀你，天下无宁日。暴徒已诛，李公相应土德，仁义播于四海。我等愿奉李公为天下共主。愿奉李公为天下共主。李郎，如今国都已破，暴贼已诛，诸侯归心，这天下已经没有能阻挡你的人了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复周礼。从此以后，天下苛法尽除，约法3章，与民休息，不再干涉百姓作为，治势利而不治民。武斗的世界将从我这里消止，以后是一个按规矩来的世界，还天下太平。李公圣明，吾等愿誓死追随李公。复周礼，开太平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！李安，你以为那么简单吗？谁？